大家早上好。本来我是很早起身的，只是新加坡今天下很大雨，早上出不了门。现在是早上的10点20分。我还在那个 Geylang，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不懂什么东西，这个 building， 这个就是 Geylang 的那个街。现在我要去一个叫做Chinatown， 就是唐人街。今天我会带你们去一些靠近 MRT 附近站可以去打卡、可以去旅游、可以去参观的地方，只是一些比较出名的。现在我要去 Chinatown， 去 Chinatown 的一个站，它的名字叫做 Outram Park。这一站呢是在这里。如果是你们第一次来，或者是没有什么时间的，有1天2天时间住在新加坡的，又想去参观的，这一区就是看着这一区，这一区全部都是有一些打卡的地方。现在我是在这里 ，Chinatown 也是在中间这里，在中间这里。如果是要去 Chinatown， 你可以下这一站，还有丹中帕卡。然后还有，如果是要去那个马里纳贝，就是看那个狮子头嘛，就要在这个 Reference Place 下车，这个是最近的，我觉得。跟着这个青色这条线走就可以了，全部都是集中在青色这条线。如果是那些打卡的，还有这个地方，它也是有一些那个打卡的地方，它里面是有。看冰淇淋博物馆，还有一个庙也是很出名的，大概就是这样子。现在我要去 Chinatown。在新加坡这2天，其实我是没有去买那个网线。所以我去每一个地方呢，都是用猜的。如果是没有网线的话，就可以去那个麦当劳去蹭网线，可以去麦当劳蹭网线，那些网线都是免费的。然后要不然就是下载一个新加坡地图，就是没有网的时候可以跟着那个地图去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走的方向是对还是错，我都是用猜的。现在这个走廊就是看一个很古老的设计的一个走廊。新加坡呢有很多那个建筑物都是一些很有味道的一些建筑物，就是在那个街边。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建筑物这一间，然后隔壁就是一个教堂，十字架的有，那个不懂什么教堂。接下去应该就是那个 Chinatown 了。今天呢，它的那个天气是不好，应该会下雨，所以现在我都不懂可不可以去到那个叫做什么 Marina Bay 那里去，现在就是看情况嘛。我不知道现在我经过了一条什么街，它的那个风格呢是非常古老的那个建筑物。我突然间看到有一间这样子的，然后下面有好几间都是。它的名字叫做新日德日新，我也不知道。这里有很多外国人，在这里就是这样的。这个我就不进去了。现在我要去 Chinatown， 还有，如果是你们在新加坡有一些意外的话，这里是不需要怕的，只要可以找到那个警察就会完全可以帮助你们。这里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国家，在东南亚里面是算是很安全的国家，没有打抢，也没有去什么偷你的东西，
这里是完全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所以来新加坡玩，放心。我真的是一个白痴，真的是一个白痴。我没有那个地图的定位，我只有那个 offline 的地图，所以我走错了方向，我走到那个圣淘沙去。圣淘沙是一个赌场，那个赌场那个地方呢，我就不要去。现在我要去的是唐人街，现在我走回来那个唐人街的方向了。这唐人街就是这样的，它下面我还要走去一座庙。我已经来到了那个庙，你看那个左右两旁，左边已经是没有了，现在是在右边。右边呢，全部都是那个很古老的建筑物。他们像刚才我下到那个圣淘沙那条路呢，它有一个叫做新乐德的，这个也是一样的。听说这些是爸爸娘娘的那个屋子，这些。然后那座庙呢是在哪里？那里有一座很大座的庙，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进去。现在我走向那个方向去，我看到有很多旅巴了，这个巴士已经停在那里了，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庙。这个庙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它是在一个大街上。这个有一个站叫做 Marvel， 它的那个地铁应该是 MRT， 叫做 Marvel。这座庙是什么庙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庙。它这里周围全部都是那些住宅，要不然就是那个办公楼后面。好，我知道什么地方了，因为太久没有回来这里了。这个地方是叫做牛车水。牛车水是那个好像那个广州的那些批发的地方。他们都是一些小档口买那个日常生活物品，还有一些玩具之类的。然后就是这个是庙对面呢，就是这个牛车水 Complex。这个我是要进庙看，还是要去那一个呢？应该是要进庙吧，给一个尊重。先去庙看一看。现在我已经是在庙的门口，这个庙叫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它的那个门口那里有这些龙的雕像。这里好像是没有名字的，我不知这座庙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逛完了那个庙，里面非常的安静，所以没有做一些解说在里面，全部都是神像，很壮观。还有那里面呢，全部都是金黄色的。现在我要走进去那个牛车水大厦里面逛一逛。以前呢，
很久很久小孩子的时候，我在新加坡待了半年，经常来这个牛车水去买东西。这里的东西是有很多种类，价钱呢也不便宜，但是这里是很热闹。以前现在我不知道了。这个是它的入口。都是一些卖衣服，上面是吃饭的地方，下面是一些卖衣服的，下面是卖菜的，看到吗？卖菜的。我的早餐我还没有吃，我顺便在这里吃早餐，然后逛完这里应该是大概唐人街逛完了吧，要去一个叫做金沙湾。就是赌场附近看那个狮子头。这个以前每个星期都会来的一个牛车水，这里都是一样，像以前一样那么热闹。现在我吃我的早餐，吃完早餐准备去那个金沙湾。这个就是今天的早餐，一个猪脚、白饭，还有一些汤。这个是其中一个档口。在这里你们可以找到很多食物。这里的那个叫做food court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这里都是满满的。如果是你们要吃杂饭的话，是肯定吃不了。为什么？你看这个杂饭是全部人排队的，所以要吃杂饭，在这里吃杂饭，在新加坡杂饭是非常受欢迎的。所以现在我只能吃这个猪脚，因为没有什么人，立刻叫立刻可以吃到。我的早餐已经吃完了，在这个food court呢，你们会看到很多本地人的他们的习惯，还有他们的教育。新加坡人呢，他们的教育是非常好的。他们吃完饭，他们的那个碗、那个碟都会收拾干净。这个是非常赞的一样东西。现在我是在它的那个 Chinatown 附近，我要想着怎么去那个金沙湾，要步行过去呢，还是要坐那个 MRT？ 我左手边呢就是那个牛车水，那个庙就是在我左手边。现在我要走进去，是我看到非常多人的这条街。应该就是那个唐人街吧 ，Chinatown 吧，这个，它这里非常热闹那个人又多，看，现在我走过去，那里是越来越多人了。现在离那个 Chinatown 大概是20分钟
分钟。我在这里看到一座桥，经过了一座桥，桥隔壁呢，它好像有一座很大洞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一个，它是一个是靠河的一个湾，这里全部都是喝的地方、喝茶的地方、吃饭的地方，然后隔壁就是一条河，这条河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哦，这里有介绍，这个名字 Singapore River Walk， 是以前的那个很多船啊，这里以前你看对面那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然后我要走过去那里就是金沙，看到吗？那个这个就是它的桥。大致上都不远，在这里那个新加坡，如果是步行的话，你看我是从那个 Chinatown 过来这个地方，就是 River Walk， 才一个10分钟、15分钟这样，然后就再多一个20分钟就到了那个金沙湾，非常的近在这里。所以你说那个新加坡是不是在新加坡住1个星期，步行整个新加坡都可以走完了？还有在这个新加坡呢，很多那个老人家都会说一种闽南语，所以一些台湾人或者是一些福建人会说闽南语的那群人来到新加坡，他们会觉得比较亲切。然后这里的大致上的华人，就是本地新加坡华人，都会说中文，所以这里是不需要去害怕什么东西，那语言上沟通不了。然后吃饭呢，这里什么食物，世界各地的食物都有。这个右手边全部就是那个海湾，你们是有经过这里的话，那个 Chinatown 走下来15分钟就到了这个 River Walk。再往这条路去就是那个叫做 Reference Place， 好像是他们的金融街。金融街隔壁就是一个金沙湾嘛，就是那个赌场嘛，狮子头的那个雕像。经过了一个打卡的地方，应该是打卡的地方嘛，这里全部建筑物都是西方国家，就是西式的建筑物，一些好像那个罗马这样的。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它是有一个雕像的。然后我有看到一个钟楼，那个钟楼，我要上到网才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我现在的网线呢是无法去连上网的。然后这个就是那个雕像，这里还有一个红色的那个柱头，对面就是那个那个河湾啊 ，River Walk。看这个是有名字的，看 Thomas。我来到另外一个打卡的地方，它是一座桥，离刚才那个雕像那里不远，2-3分钟。这里有几座桥都可以打卡。然后这里有一个酒店也是非常的有那个味道啊，它的名字叫做Fullerton Hotel。这个就是它的桥，它的一座桥，这个也是蛮西式的，这个吊桥可以打卡。那里有好几座也是这样的桥。哦，我这里我看到了，你看那个中国银行 Bank China， 然后还有一些全部 UOB。哦，这个应该是商业街吧？那个
我看到了那个摩天轮在那里，它的那个狮子头应该是在那个方向。哦，我已经差不多到了，我差不多到那个金沙湾了，一下子就到，也不远。这一区应该是金融的，金融街还有那个商业街，就是那个银行嘛。今天是2022年10月5号，10月5号，这里有一条走廊是封掉了啊！我现在才知道，我看到他们的布条呢，这里是刚举行了那个 F1的那个比赛，你看整个桥都封掉了，然后这里马路也封掉了，然后这一个就是他的那个 F1的那个比赛的广告啊，他们那个车就会从这里走过去来比赛，从那里过啊。这个新加坡他们也是用很多那个比赛在这里吸引很多外国人进来这里参观，就是新加坡人的那个头脑是非常的聪明。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那个海湾，它现在有一个迷你的狮子头，看这个迷你的狮子头，我是从那个 Fullerton Hotel 下来的，这里有一条走廊直接去这一个海湾。那里是商业街吧，金融街，然后对面呢就是那个金沙赌场，这个3个那个建筑物堆在一起的，然后那里还有一个比较美丽的一个圆圆的，等下会去那里，还有一个摩天轮，摩天轮就不坐了，就是走完这个金沙湾，然后就再走去另外一边，就是那个小印度那里再看一看。现在要享受怎么去走？那个狮子头在哪里呢？这里应该是有一个狮子头吧？哦，在前面，在那个方向，我看到那个喷水了。耶！我来到了那个狮子头，就是那个白白的狮子的口中啊会喷水的。它在新加坡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地标，在那个新加坡的钱，应该是在新加坡的钱那里可以看到的。这个狮子鱼啊，这个不是狮子头，狮子鱼。这里今天没有什么人呢，今天没有什么人。这里呢都是满满的那个游客，在这里打卡拍照、拍视频。哇，有很多美女啊，这里太多美女了。还有这里呢，如果是今天没有什么太阳，可惜全部都是那个黑云。如果是有太阳之下呢，尤其是那个5、6点的时候，太阳下山的时候，这里是非常的漂亮。还有晚上呢，晚上大概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晚上大概7、8点的时候，这里有灯光表演。晚上这里有灯光表演，就是金沙赌场附近，它会有一个灯光射出来，还有一些喷火的东西。然后在这个狮子鱼那里呢，它会开灯，
它整个鱼呢都是白色的呈现。晚上如果是你们有来这里，可以待一个10点嘛，7、8点到10点，在这里坐着看那个灯光仪式表演。这里现在要离开这个金沙湾啊，我已经来了很多次，所以那里摩天轮那里就不走了，还有那个赌场那里也是不走了。这里的地方呢都是免费的，可以拍一些打卡的东西。如果你说圣淘沙还有那个金沙湾哪一个比较推荐呢？我比较推荐这里，因为那个圣淘沙那里除了那个 Universal Studio 之外，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走了。那个圣淘沙不懂是不是它的那个地点的问题，在那里如果是有太阳照下来的时候，那个圣淘沙是非常的炎热，还有闷热，它那个热风那个海水吹进来是肯定待不了外面，全部都是我每次去那里都是在赌场里面。如果是这个金沙湾呢就不一样，它的环境是比较大，然后它是离那个海口那里是有一点距离的，加上这里又比较大，所以它不会感觉到热。所以如果是你们要来其中一个赌场的话，打卡什么都好，我比较推荐这个金沙湾。现在我要回去我住的地方那里附近就是有一个打卡的地方。欢迎来到 Suntec City， 这个是我经过的一个点。它这里呢有一个叫做地标喷水池，也非常出名的这个喷水池，但现在关了。刚才我还看到它喷水。这个 Suntec City， 它这个是一个大标志。它上面的那个圈圈那里呢，它有时间段的，它会流水下来，它就像那个昌邑机场的那个瀑布这样子。现在已经关掉了它的那个上面那个流水下来的东西。如果你们也经过这里，可以过来这里拍照打卡。这个地方呢，它是一个回教堂的地方。这一区很多出名的那个壁画。现在我走进这个巷呢，左手边全部都是那种壁画。看，里面还有很多里面在新加坡呢，他们原本的族群呢是有华人、印度人还有马来人。他们新加坡的那个国语应该是马来语，但是他们是用英语来交谈的，在新加坡这里。所以呢，在新加坡呢，他们有很多那个不同的种族，他们有不同的宗教。这一区呢，就是马来人的他的那个地区。这里可以看那个回教堂。我已经来到了那个回教堂。这个回教堂呢，是很多那个人来打卡的一个地方。它的名字是叫苏丹 Mosque， 就是苏丹的回教堂。马来语呢是 Masjid Sudan。现在我要去拍一些它的外貌给你们看。对，所以那个唐人街那里呢，它是有庙嘛，华人的庙。然后在这一区呢是有回教堂。然后接下来呢，走完这个回教堂，我会去那个印度的，叫做那个小印度那里。
在这个回教堂这里呢，它也是有一些那个马来人煮的，那个就是清真的食物。所以如果是你们是不吃猪肉的，可以来这条街吃饭。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回教堂。然后左边、右边呢都是一些商铺，右边呢全部都是他们是写着马来食物，马来食物就是清真的。这些没有猪肉的全部。现在呢这一区呢已经是走完了，我要带你们去最后一个，他们的种族这里是印度人，所以我要去的下一个地方呢就是小印度。大致上我已经来到了这个小印度这个地方，它的一条街 Slave Street 它的名字叫做。我现在左边、右边十字路口全部都是卖印度东西的商铺。看，现在全部都是印度大哥开的店。现在我还要找那条真正的那个小印度那条街。我现在我才想起来，在10月份那个印度人好像要庆祝那个屠妖节。屠妖节就是 Diwali， 他现在有做很多那个活动，还有那个装饰。这个就是Little Indian， 这小印度的一条街，它的那个装饰，还有前面有一个孔雀。这个就是小印度的那个 MRT 站前面。如果这段时间10月这段时间你们看那个屠妖节是几时，Diwali是几号，你们可以过来这里，晚上过来这里拍照打卡，还有逛他们的那个印度街。只是问题我这里找来找去，我找不到它的印度庙是在哪里。我看到了那个小印度的街，这里也是满满的人，但是它的路是非常窄的。它都是卖一些印度小吃，还有水果、衣服之类的。这个你们看，印度呢，他们很喜欢卖那些花的。现在是在小印度那里，小印度那个唐人街那里有华人的庙宇，马来人那里有那个回教堂。现在印度这里小印度也有印度庙，就在我前面。印度庙是这样的，它已经关门了，那里不给进了。所以有经过这里的朋友可以来这条街小印度这里看看他们的文化。欢迎来到昌邑机场。这个昌邑机场呢，它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瀑布。这个现在是我已经来到了这个瀑布的中心那里。现在我要上到最高的那一层楼去拍。这个瀑布呢是免费的，只要你进到那个这个叫 Jebel 的一个那个市中心里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瀑布，非常的壮观。看到吗？它是那个屋顶上面有很多那个水流下来，再流进去下面的一个水池吧，那个叫水池吧。这个是它的环境，这里全部都是非常多植物，绿色的，还有一些喷雾上来这些水。下面全部都是那个女孩子在那里拍照。
如果你们有经过那个新加坡，又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特地来这里去打卡。刚才是我在最高那一层楼拍下来，现在我已经下到最底层那层楼，这里是满满的那个水珠啊。现在我是最底下，最底下是最多人的这里。我们走一圈，我带你们走一圈，去看看这里。现在要准备离开昌业机场，对也是在新加坡的最后一天明天早上要回去马来西亚，所以就是现在要结束今天的活动，回酒店睡觉。那要说一些，就是马来西亚其实是和新加坡是兄弟，对。就兄弟，两个国家的人都是很相似的。就是以前嘛，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就是政治上有一些暴动，所以新加坡就独立出来了。幸好是新加坡，它有一个很好的那个领导者，就是李光耀，因为他带领着那个新加坡，就是他们国家新加坡没有贪污，他们是教育出很多那个人才出来。新加坡它的那个政策呢，就是非常开放的，所以新加坡才有那么好的经济。现在要准备离开这里，坐 MRT 回去。好，这个影片就是这样结束，再见，下次见。